嗱，因為上次有條片我就錄咗自己講多國語言啦，咁就有唔少朋友問我，其實你點樣學咁多個語言嘅呢？咁戴定頭盔先啦，其實我每個語言都講得唔係咁好啊，真係唔覺得自己有語言天分，真係純粹因為一啲緣故所以學咗咁解。不過呢個問題亦都令我思考過，其實自己係咪真係一個方法去學習呢？咁不如分享下啦。咁可能因為我做開美術設計咁嗰類創作，咁第一個諗到同大家可以分享嘅就係顏色。細個嘅時候見到唔同嘅顏色就會去諗啦，點樣用唔同語言去講呢個顏色呢？例如我見到紅色就會諗起英文係 red， 泰文就係屎定，日文就係 aka， 即係寫出嚟嘅係中文嘅赤啊。然後諗起日文嘅 akajan 其實就解 BB， 然後日文嘅青其實就係解藍色，唔係住嘅青色。其實都呢啲都幾有趣。咁講開又講，點解我又會知道日文顏色點讀嘅呢？諗翻起就係小學嘅時候，其實有個填色比賽，我得獎咗。咁個獎品就係一盒12色嘅木顏色嚟嘅，日本製木顏色就好精美咧，有好多貼紙，其中有啲貼紙就係一啲日英對照嘅顏色名啊。咁我就將嗰啲顏色嘅貼紙名好小心咁貼落去相對翻嘅顏色度啦。咁日日就望住盒顏色，不知不覺就記住嗰啲字，但其實又唔知點讀。咁幾年之後讀中學就因為好中意聽啲動畫歌，想跟住唱，咁就同同學借啲動畫 CD 入邊有啲歌詞簿去影印，日日就跟住本歌詞簿去唱下就唔知點解無端端記住咗50音，仲要之後發覺原來50音有2種寫法嘅，比較多角嗰啲起角嗰啲就係外語拼音用啦，圓碌碌就係原本嗰啲所謂字母。但係其實嗰陣時我根本就唔知日文嘅字母有幾多個音嘅，原來後尾先知有50個，亦都唔知原來5個字一排嘅，到後來打雞先至知道哦，原來5個字一排㗎，再到後來先至知道原來一個寫法叫平假名，一個叫片假名，然後就覺得哇好押韻啊咁樣。咁至於泰文啦，因為細個就成日問媽咪呢個字嗰個字點讀就識咗啦。不過後來我記得睇一啲香港嘅電視節目就喺度笑泰文嘅發音啊，咁我就感覺好差嘅，因為泰文要將顏色講喺嗰個色嘅前面啊，顏色嗰個字，咁泰文顏色就係屎，就個發音就同廣東話嘅屎嘅糞便好似啊，即係其實泰文係長音嚟嘅，不過呢啲再深究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就冇乜好笑啫，都幾幼稚啊呢啲主持。咁嚟到德國學德文就覺得啲生字同英文差唔多啫，但係當然啦，你學咗就發覺唔係咁似啊。咁英文紅色就 red 啦，又攞紅色嚟做例子。德文就係 rot， 英文嘅橙色係 orange。德文嘅串法係一樣嘅，但係讀音係完全唔一樣個 orange。其實德文有好多字同英文你以為差唔多，其實係完全兩回事。英文嘅粉紅色係 pink 嘅，德文就 rosa 咁樣。咁喺我學德文嘅時候，每次學到一個新嘅字，就會諗一諗另外一啲語言嗰個字點樣講。有時間嘅話，做一個對照表去記錄一下，咁應該有幫助嘅。我估呢啲係一啲竅門啦。咁呢度有個簡單嘅顏色列表，我就放咗喺個 link 入邊 YouTube 嘅 description 有得 download 嘅。咁其實就係 direct 去呢個 Patreon 嘅，不過免費俾大家 download。所以咧，第一件事就要有興趣，即係好多人講話有愛啊，咁你就自然會將個時間放落去學習啦。不過要去到會話同人溝通，就一定要創造呢個語言環境。例如你學英文，你唔可以就咁學咗就算嘅，你一定要主動去識啲講英文嘅朋友。香港有咁多唔同嘅國籍嘅人喺度做嘢啦，咁識講英文嘅朋友就好容易嘅。咁就算我自己以前香港朋友堆入邊都有一半以上係外國人，所以英文就好自然咁樣可以練習。而且對香港人嚟講，英文應該唔係太難。但係學其他語言就的確要花多啲功夫啦。例如我嘅日文會話能力係相對低嘅，因為喺香港講日文嘅人始終唔係大多數。我嘅日本朋友就係因為佢哋喺香港做嘢，所以先識嘅，因此佢哋嘅英語都講得非常之好。我哋就自然唔會用日文溝通，所以就冇嗰個語言環境。又例如學德文啊，我會建議喺亞洲學德文嘅學生學到有咁上下基礎之後嚟德國上幾個月嗰啲德語課程，其實個幫助應該會好大，因為你已經有一個語言環境逼住你每日都要同唔同嘅人去講德文啊。就千祈唔好去咗外國就淨係同翻自己國家嘅人做朋友，唔好浪費呢個咁難得嘅語言環境同埋練習外語嘅好機會啊！